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幸福到万家结语，节目开播的第一天，中央媒体就这样提到赵丽颖，这并不奇怪。回想起幸福到万家播出的第一天，我不禁有种差点被这部剧震撼到的感觉。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大家都说导演的愤怒是他们天才的源泉。从第一集开始就有分歧，他们已经非常明显了。作者对这个主题的把握非常好。目前有很多剧都认为，只要故事的主角长得漂亮，就已经足够可爱和帅气了。事实上，这是唯一一个根本运行的不好的。为什么？因为要让观众参与到故事中，首先要让他们喜欢被称为主角的主角，或者至少对他要说的话表现出一点关注，否则观众将立即更换频道。这就是好莱坞编剧所坚持的众所周知的救猫原则。然而，救猫只是一个比喻，但背后的道理却是极其真实的。当主角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时，他会做一些除了出现之外的事情，比如他会救一只猫。幸福到万家里女主的妹妹就是那只猫咪。这样做是为了让观众可以快速了解女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而爱上她。你应该记住，你会发现大多数好的戏剧，尤其是电影，都遵循这个总体策略。幸福万家的主角们有很多可取之处，而主要的反派都算不上真正的坏人。万传家知道，尽管他的性格傲慢霸道，但他爱妹妹，同情父亲。此外，他还为他的母亲感到难过。青来决定搬到城里的时候，大家都大失所望，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农村，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提高了自己的技能，最终在王总的帮助下成为了王总。幸福。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我们和幸福的身体发育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一个身材矮小却充满活力的人物，对我们的吸引力很大。万家庄谁能想到，何幸福长大后会成为现在的何书记？在见证了幸福万家的结局之后，我终于领悟了央媒首日播出时提到赵丽颖的话。央视劝告人们不要只活在当下，而要过好自己的生活。他以清晰简洁的方式论述了该剧的中心思想和人物的突出品质。据中央媒体报道，何幸福与秋菊同为同名小说《何必秋》中的人物。他们通过对作品的诠释展现了我们女性的力量，他们都有这种坚持。无论是巩俐导师还是演员赵丽颖，都无所谓。他们都在这样做。每个人都应该充分享受生活，努力工作，并发现他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即便这两个人物不是同一个时代，和幸福所处的时代更贴近我们自己。农村扩张进入现代的历史。然而，暴露出来的挑战并不仅限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保持沉默接受委屈，还是像何幸福那样坚守阵地，为自己的案子辩解。这部剧不仅展现了何幸福的发展历程，也展现了赵丽颖从小到大的演艺生涯。在这部剧中，我不仅见证了何幸福一路走来所面临的挑战，也见证了她演艺事业的不确定性。赵丽颖的出现让人十分意外。作为在剧中饰演的比较强势有思想的乡下媳妇，她的表现丝毫没有违和的意味。从第一次见到她，我就一直觉得花千骨最能形容她。上次她扮演这个角色时，她作为治疗师的表现让她大吃一惊。我相信她会在需要黑腹的部分做得非常好。之前她也和周冬雨一起表演过，就像沉香里一样。没想到她能把农村媳妇这个角色演得这么有说服力，而且她可以自由地追求任何她想要的角色。笑的时候，丽颖可爱又直爽，但认真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敌意。在我看来，赵丽颖对何幸福的刻画根本就不是演说，而是演说。相反，她在研究何幸福的历史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因为无处可以告诉我何幸福应该是什么样的，但赵丽颖对何幸福的诠释
从细节到角落，给我的印象是何幸福说的就是这样，能有什么样的幸福眼睛有？何幸福是一个在农村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的女人，内心却充满了一种既天真又孤独的感觉。多亏了万家庄，她现在有信心去世界各地保持清醒。自从搬到城市，她不仅获得了新的信息，而且还散发着自信，保持着一个简单而简单的首要目标。她已经发展了，但她还是那个人。当你独自一人时，不要那么害怕，更多的专注于保持冷静。何幸福，她深知自己必死无疑，拼命挣扎。我很佩服她为生计付出了很多努力。在我看来，她的外观非常优雅。人的存在无非就是吃穿穿。我要我的孩子幸福，我要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我要他们去城里读书，我要他们去城里旅游。观众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赵丽颖的角色越来越丰富和复杂。在我看来，像她这样的女演员，只有在生命的启蒙和岁月的浸染之后，才能绽放出更加美丽的花朵，她的姿态才会更加安详。在过去的6年里，她主演了6部成功的电视剧，目前有8部电视剧获得了年度最高收视率，鲁棒性和流量都存在。无论是善良顽强的小顾，还是坚韧无畏的楚乔，还是精明自强的盛家六姑娘，她既不傲慢也不冲动，她花时间提炼精品，她的作品贴近她的身体，她的表演天赋是有福的，观众对她非常信任。赵丽颖现在的成功水平是当之无愧的。幸福到万家这首歌成功了，证明了赵丽颖这次的预测是正确的。到2022年，大陆播出的电视剧可以算是什么都有了。热门剧的类型很多，包括古装剧、悬疑剧、民国剧、甜宠剧等。不过，当被问到哪部剧最火、最受关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说是赵丽颖的《幸福到万家》。自从《幸福到万家》首次公之于众以来，热度丝毫未减。它多次被评为最受欢迎榜单第1名。故事情节解决了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些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因此它稳稳地占据了正在热播的热播剧中的头把交椅。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是剧中比较写实和重要的角色，遇到困难她从不放弃或逃跑。我们第一次见到何幸福时，她正试图救她姐姐的儿子，她刚刚一怒之下把秘书给打碎了。这个男孩很有爆发力。后来为了养家糊口，他被迫离开社区，到城里找工作。到了幸福之城，我才发现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对于那些从农村搬到大都市的人来说，即使开始也是一个挑战。进入城市后，人们似乎进来了，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和哲学观的转变。在剧中，欢乐被描绘成缓慢而稳步地朝着成为城市公民生活的一部分的方向前进。他被斥责和解雇，因为他很友善，并在他去打扫卫生的路上试图安抚其他人的孩子。他在管律师的办公室工作，把所有东西都打扫干净，但他不知道打印机可以在纸张的2面打印。经过漫长的搜索，他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大客户。管陶嘱咐他注意当事人的困境后，做出了为当事人的伤口拍照的不明智决定，结果被对方的代理律师发现。在何幸福看来，通往未来的路就是到达的路，越努力，犯的错误就越多。未来是通往的道路。我觉得有必要指出，何幸福这个角色非常适合赵丽颖扮演。她本人出身于农村，是那种在逆境中永不退缩的人。如果要相信赵丽颖之前没有娱乐圈的经历，那么他们一定是其中的一员。赵丽颖第一次被介绍给世人的时候，她是一位刚从中专毕业、兼职做文员的小姐姐。我的期望是生活会以一种连续的方式展开。尽管如此，我没想到一个年轻的女孩会开始成功的演艺事业。每一步都很艰难，但最终白玉兰凭借在《花千骨》中的表现获得了最佳女主角提名。
后来她凭借在《姗姗来了》中的表现，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甜美少女天花板。她所描绘的角色彼此之间并没有那么相似。从一开始，她就一直在表演并尝试过各种角色。她发表声明说，人们需要不断的冒险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并尝试突破，才能让生活有任何意义。和剧中的何兴福一样，她总是以理性二字开头，从几个不认识几个大人物的农妇开始，一路打拼到自己成长和提升的地步。由于自己的努力，最终带领整个村子发家致富。可以说，赵丽颖在她饰演的角色中，将这个独立、自强、执着、充满希望的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事实上，这并不是赵丽颖第一次出演以农村为背景的电视剧。在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中，赵丽颖展现了她能够扮演更接地气、更需要努力的角色的能力。她在剧中饰演闯入城市的乡下姑娘雷景瑜。为了帮助村里的人摆脱贫困，贡献自己的力量，她决定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搬回小城。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带领家乡的人们开始使他们变得富有的企业。在楚乔传中，她凭借在高温沙地中的磨难，获得了英勇无畏、英姿飒爽的楚乔将军一角。放眼望去，她在楚乔传中饰演了这个角色。据多位网民称，赵丽颖当妈后态度明显变好。事实上，自从生了孩子之后，赵丽颖每次出门的状态都很好，颜值也比以前更好了。更重要的是，她作为演员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不断地接触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她一直在试图突破自己。她在《谁是凶手》中饰演沈玉，这个角色非常热情，性格有两个不同的方面。白天，她是一位细致、冷静、自控的精神科医生，对待患者更加细心和体贴。然而，到了晚上，她就像一个不同的人，神秘而危险，就像一个可以操纵一切的女王。她对待她的病人更加关心和考虑。在赵丽颖第一次搭档的悬疑剧中，她也是第一次演这样一个黑白兼备的角色，把这个角色演得很好。可以说，赵丽颖一向很认真，多次表示不希望被观众对她的成见所束缚。一个大红大紫的女主，竟然愿意去演一个需要安家落户、演农村女人的角色，实属难得。谁说对生活充满热情、付出很多努力的何幸福没有资格成为重要的女主角？那是错误的。